Hello，大家好，我是叶子。这次要来分享的是万圣节甜点点心。其实我之前不太喜欢，或是习惯过万圣节，但是慢慢变老之后，才觉得说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把握童心。那这次就来分享几道非常简单，大部分都可以在家自制的甜点和点心。那它们都有点可爱，又有点可怕，所以希望你会喜欢。接着不多说，我们来看吧。那第一个要来制作的是可爱又有点诡异的迷你眼球。是的，没错，就是眼球，不过是可以吃的眼球啦。主要食材就是糖粉，台湾的话建议购买有机糖粉，这样比较才能保证是 vegan 的。接着我们把它跟玉米淀粉混合，之后再加入纯枫糖浆。然后接下来这个步骤比较重要，视情况添加豆浆，可以先加大约2小匙，然后再慢慢的添加更多的豆浆，直到它整体质地非常的浓稠，但是稍微有流动性，像这个样子。接着是省加的香草精，添加可以增加整体风味。之后我们准备一个挤花袋，前面是放一个小圆孔的花嘴。然后这边是我个人的习惯，也算是个小技巧，就是用杯子，这样就可以把挤花袋放入。接着就把刚刚混合好的糖霜液把它倒入，上面可以用橡皮筋或是细胶圈把它绑住，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糖霜混合液啦。接着准备一个烤盘，上面铺烘焙纸，边边记得用夹子把它夹住，这样比较不会动。之后我们就挤约1公分的糖霜大小，重复排列于烤盘上。这个步骤不算太难，但有一个小技巧能帮助你挤得上手，就是手与烤盘垂直，然后尽量的保持一定的速度。这个食谱分量我大约挤了2盘。之后要出动的是黑巧克力豆，这边建议挑选颗粒不要太大的黑巧克力豆，就是适合放入我们刚刚制作的眼白部分。这个步骤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就是要小心一点，比较耗时，但是慢慢看到眼球成型就还蛮有成就感的。之后完成，我们把它放到冰箱冷藏大约4个小时定型。取出可以看到它已经有凝固了，我们就可以把它从烘焙纸上小心的取下来。这样子我们的迷你眼球就完成了，是不是超级可爱的？之后把它转移到容器内冷藏保存，使用的时候再取出，等等我们会用到。接着第二个要来制作的是覆盆莓椰香幸福能量球，这个就是要搭配我们刚刚制作的眼球。那我们这次要使用的是冷冻覆盆莓解冻，因为冷冻的覆盆莓比较多汁液。之后我们用叉子把它们压成泥。接着要加入的是杏仁酱，你也可以用冷压椰子油，还有枫糖浆、奇亚籽。之后就把它们全部搅拌混合均匀。接着我用研磨机把传统燕麦片稍微磨细，你也可以用即食燕麦片。再把它加入我们刚刚的覆盆莓混合液中，同时加入椰蓉以及椰子细粉，还有一点点的盐。之后就把它们全部搅拌混合均匀。这个步骤我建议用细胶刮刀，然后混合的方式比较偏是按压的方式。混合均匀之后，我们准备烤盘，上面铺烘焙纸防粘黏用。接着用1大汤匙挖取1满匙的量，用双手把它滚成圆球。重复此步骤，直到用完所有的混合物。这个步骤手会有一点点混乱，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把它洗干净就好。之后要出动的是椰蓉，依次的把每一颗能量球都裹上椰蓉，大约需要10到15克左右。全部都裹上椰蓉之后，我们把它放到冰箱冷冻大约10分钟定型，接着就可以直接取出享用啦。不过因为万圣节，当然要加上我们刚刚制作的迷你眼球。哒哒，加上这个真的超级可爱的，有点舍不得吃，不过当然还是最后要咬下去。充满椰香的滋味，还有覆盆莓的酸甜，可爱又美味。
接着第3个应该算是任何人都可以制作的猫头鹰米饼，超级可爱的。那这个主要就是把食材组合在一起，包含米饼、自制 Nutella 抹酱、Oreo、一些早餐谷片，还有杏仁。米饼是这种 rice cakes 膨发米饼。然后我们一开始先来制作翅膀的部分，我就是用自制的 Nutella 抹酱抹于米饼的2侧，画出翅膀。希望画得还可以啦。接着把一个 Oreo 夹心饼干给扭开来，制作成眼睛的部分。然后杏仁是中间的鼻子，猫头鹰的眼球中间我们再放上黑巧克力豆，让它明目有神。最后饼干谷片的部分是作为猫头鹰的脚，我是放3个，这样子就完成啦。然后我也邀请了 J 先生来制作。I see why you make all the noises. Very stressful. Tell me about it. Oh, chocolate chips here. Just making sure we have enough. I just need 2. Just making sure. Okay. There we go. Little eyebrows. Eyebrows? No. Oh my god. How do you eat this? No. Done. This is mine. This is Jonathan. This is Bill. Say hi to Bill. Goodbye, Bill. Nutella is so good. What's its name? Oh, Wanda. no, Samantha. Samantha. 很建议约朋友或是和另一半一起来制作这个猫头鹰，应该会很有趣。接着最后一个是全素南瓜烤cheese蛋糕，这款充满了南瓜派的香甜滋味，做法也蛮简单的。一开始我们先将水还有亚麻籽粉混合置于一旁，然后底层的部分主要是用 Oreo， 不过只要饼干的部分哦，夹馅不要。接着我们取一个夹链袋或是普通的袋子，把 Oreo 放进去，稍微把它摊开来，再用擀面棍或是瓶子把它压扁压碎。然后烤箱以175°C 预热，把压碎的 Oreo 放进一个大碗内。这边我们要融化一些全素奶油，把它加到 Oreo 里面，同时也加入我们事先混合的亚麻籽液。把它们全部混拌均匀之后，应该可以发现它可以稍微按压成团。我们准备一个6寸膜，底部铺烘焙纸，把刚刚的 Oreo 混合物给移进来，用刮刀或是汤匙压扁压实，形成底层。你也可以用烘焙纸，这样不沾手又快速。之后我们把它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以175°C 烘烤大约8到10分钟左右。之后取出放凉，我们把烤箱调降至160°C。接着来做内馅的部分，这边我们需要事前浸泡生腰果5到8个小时，之后把腰果的水沥掉，洗净。接着出动调理杯，放入生腰果，还有南瓜泥，我这次是用罐装的，你也可以用自制的。接着加入枫糖浆。还有希腊式纯素优格，你也可以用嫩豆腐。另外，这个是南瓜派香料粉，自制的食谱链接我会放在下方。还有这个是纯香草精，以及葛根粉，还有一点点的盐，加盖，把它们全部搅打混合均匀。那一开始我是说这个的量只是初估，后来发现这样的量好像不够，所以又增加了一些。那完整食谱都已经是正确的分量，修改过的了。我们就把它全部搅打混合均匀，直到质地像这个样子，非常非常的滑顺。接着我们就把混合好的cheese蛋糕馅倒于底层上头。先用细胶刮刀大略抹平表面，之后用轻重的方式把蛋糕内馅均匀的分布于模具中，之后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以160°C 烘烤大约35到40分钟左右，直到中心表面明显凝固。接着这个步骤非常重要，把烤箱关掉，
让蛋糕焖在烤箱里面至少30分钟。等待的时候，突然有一场暴风雨，让我吓了一跳。之后把起司蛋糕取出，让它降至室温之后，我们再把它加盖冷藏1个晚上。隔天取出，小心的从模具中脱模，底层烘焙纸记得也要撕掉。这样子基本上就算完成了。不过因为万圣节，我想做一点点缀。那如果你没有挤花袋，这边教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技巧，就是用烘焙纸把它卷起来，然后用胶带粘住。开口如果不够大，可以用剪刀稍微剪开来，这样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一个自制挤花袋了。然后这边我融化了一些黑巧克力。因为我的巧克力流动性很高，所以我有先把开口稍微折一下，再放入杯里，之后再把融化的巧克力加入挤花袋中。这边我们就是要用巧克力画蜘蛛网，一开始从中心点画出分线，之后再从边边绕，然后可能因为我用调温巧克力的关系，它流动的太快速了，所以我的巧克力线条有点粗。不过还是尽量的画出了类似蜘蛛网的形状，希望还是看得出来啦。我觉得应该你可以画得比我好。之后我们把它放到冰箱冷藏，直到巧克力定型。之后表面可以再视个人喜好撒一点糖分点缀，这样子就可以切块享用啦。这个南瓜烤起司蛋糕充满着南瓜的香甜，口感非常的扎实，搭配上 Oreo 意外的搭。而且不会太甜。如果你想吃软一点的口感，我非常建议用嫩豆腐，可以搭配打发椰奶鲜奶油，一样非常的美味。那么以上就是这次要分享的4道万圣节甜点食谱，希望你们会喜欢。可能因为我之前在餐厅上班的关系，感觉很久没有像这样子快乐的制作食物了。制作这些食谱让我重新想起那个很爱料理跟烘焙的自己，那希望也能勾起你们的灵感和兴趣。谢谢你们看到这里，尤其是这个影片超出我意外的长，不过希望有帮助到你们，也欢迎跟我分享你最爱的万圣节食谱。那么我们下次见，拜拜。啊 This is not good. Oh, you. No, don't. What are you doing? Just keep it that way. Keep it that way. I'm gonna show them later. Oh God! Oh, it hurts. Oh, my eye. I'm going for this.